欢迎收看 Ison Show 体操。11月初，我去参加了一场今年的大专运动会，去当裁判。那因为疫情延后的关系，所以今年11月才比，不然这个赛事大概是每年的5月中左右。那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国内比较大赛事的裁判，那顺便也让大家了解一下竞技体操的规则。其实规则分很细因为我们还有国小的青少年、成人、大专社会组。那这个方面我可能就会直接讲国际规则的，那就是大专社会以上的这个规则。我们当裁判进来就是先报到，你会先拿到一本技术手册。报到之后呢，裁判长就会开始点名，点完之后，那我们就要进行接下来的抽签，也就是抽你要评分的哪一个项目，这就是公平的，所以就是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那基本上抽完签很简单抽完签你就会在这几天的比赛里都是打你抽到的这个项目，除非到后面的决赛之后会再重新抽一次签，那有可能你在决赛的时候才会打不同的项目。那男子比赛都会有分大概3天，第一天是团体决赛，第二天是全能决赛，第3天才是单项决赛。那基本上在决赛的时候就会再进行一次抽签，其他组的裁判都会并在同一组，因为决赛要比较谨慎一点。那裁判里面呢会分一个是第一组裁判，然后一个是一组裁判。那第一组裁判呢就是负责算你的所做的动作，每一个动作加起来的难度分跟你的难度分总和是多少，那再由另外一个一组裁判去做一个扣分的动作。第一组裁判的实施分再加上一组裁判的扣分下来总和，那就是你的得分。好，那我这一次抽到的是跳马呢，那因为裁判其实不太够，所以我们可能要兼职一些其他评分的内容。那比如说跳马它有一个界限在，那出界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线绳，线绳举旗就是代表他出界，所以要扣分。那因为裁判不够的关系，所以我兼了一个扣分，然后还有看有没有出界，要去举旗做一个出界扣分的动作。那因为项目有6个项目嘛，所以它的顺序是地板、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单杠。OK， 那我们现在就要先来讲解地板项目呢。那男子地板项目，它在一个套路中是要在70秒内完成的。那国际规则上面一个套路要做10个动作，也就是说你要在70秒内完成这10个动作。假设超过70秒的话，你后面做的动作就都不算。所以在60秒的时候，裁判会先响一次铃，提醒你已经60秒咯，那你再不做，你后面做的就是白做咯。没错，所以选手没有多余的时间休息，就要往外助跑。对，最后一趟是后空翻转体1080。好，那这边我们要怎么去算它的扣分呢？那就是看它的美感，只要它弯脚，或者是我们会压脚背嘛。假设它脚背勾起来，你只要觉得它是勾的或者是弯的开的，你就觉得很丑的，它都要去扣分。那落地呢，你就要看它的落地脚有多开。假设它只有一个拳头开，那就看你，基本上国际上是不会扣这个分数的。那如果真的太开，稍微开一点的话，就是扣0.1。所以我们有分小错、中错、大错，那就是0.1、0.3、0.5。那如果说他是手去摸地板呢，或者是做完结束的时候他往后躺了，那这个就是算失败的，那就是直接扣1分，就不用去0.1、0.3、0.5。接着刚前面少讲了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每一个项目它都有一个类群，每个项目它有4个类群，这4个类群呢，选手可以自由去发挥，只是你一个类群不能选超过5个动作，所以同一个类群你可以做5次，当然还有分难度分 A、B、C、D 分，那每一个类群你都只能做最多5次，如果做到第6次，那这一个类群就不算。但是不可能说你一个套路10个动作，你同一个类群做5次，第2个类群你也做5次，可是你一个套路你只能做10个动作啊，这样子你的
分数里面就会少了其中2个类群，因为你一个套路里面要有4个类群在，所以你基本上一个类群大约做3次到4次算是一个极限的，你一定要换其他类群的动作去做，不然你一定会因为类群的关系，在你的分数上受到一些影响。那这边要特别讲一下地板哦，因为地板它没有一个结束的类群。你像其他项目来说，做完很明显看得出来，它最后一个动作就是它的结束动作嘛。那这个结束动作，因为它不可能从器械上掉下来之后，他又跳上去再做一个，然后才说这个是结束动作，不太可能嘛。所以基本上他做完的时候，那一个就是他结束动作的类群。可是地板没有啊，我们不知道他哪一趟是他的最后一趟，还是他的结束动作类群。假设他做到第10个的时候转完，那落地，这个就是他结束动作的类群。那地板这边因为要提倡想要让更多的年轻选手们能够多做一些高难度的技巧，所以它有一个特别的要求动作，就是2周类。那这个2周类呢，就是除了你看到的转体之外，就是后空翻这一种或者是前空翻这一种，它转2圈以上的，这个就是这一次地板特别要求的动作。所以以地板的类群来讲，它有一个非技巧类，非技巧类就是我们看到的在地上绕鞍马或者是劈腿一个举倒立。那向前是一个类群，所有的前空系列的转体都是向前。向后是另外一个类群，后空转体系列都一样，只要是向后都是向后类。所以有一个非技巧类、向前、向后跟一个指定的特别要求2周类，有这4种。前面大概帮你总和了一下，等一下你后面在看的时候，你就会比较清楚一点。地板大致上的讲解就是到这边，那我们就要讲下一项，就是鞍马。那鞍马就是我国拿过最多国际奖牌的一个项目。在鞍马，如果你没有很了解它的动作的话，你在看鞍马比赛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只是一直在绕鞍马，就是绕来绕去，但是你不知道它的动作变化在哪里。那也可以由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很多类群上面有4种分别，那待会也会一一讲解。那鞍马这边它比较跟其他项目不一样的，就是它需要一气呵成。你看其他项目，再举个例，回到地板，刚刚来说，地板在一个第一类群的非技巧类侧劈做慢举倒立这一段，你是不是坐着还可以稍微喘一下休息？但鞍马不行啊，它一旦上去绕之后，它就是要一次做完，所以鞍马相对来说是一个非常无氧的运动，所以它一定要一次做完，所以下来做完鞍马的人都会特别的喘。那鞍马也可以说是一个肺活量需要非常的强大才撑得完啊。好，那在比赛鞍马的选手，他除了双手以外的任何部位都不可以接触到马，而且他在比赛的过程中，整个套路他都是不能停下来的，所以他被认定为是男子体操比赛中困难度最高的项目。那我们现在鞍马要特别去讲解的是它的类群。那鞍马有分4大类。第一类是交叉类，所以待会会给你看一些影片，就是有关于交叉的动作，让你知道交叉是什么。那第2类呢，就是我们的马圈，还有马打滚的类型。那第3类就是我们的移位，移位就是向前向后。如果你有看到鞍马，它在往前走跟往后走的时候，这就是第3类。那最后一类就是我们的下法，那下法很明显就是做完之后的那个结束动作，就是下法。好，我们先来讲第一类群交叉的这个动作。那交叉这个动作，它是唯一一个没有像在绕马圈的动作，它是比较靠力量支撑。那你会看到它的脚在马上面刷，再加上一个摆动上去之后，它可能会做到倒立，再掉下来接另外一个动作，然后接着绕马圈。它就比较属于一个力量型的动作哦。那第2类就是这个马圈跟打滚。那马圈就不用多讲了，因为马圈就是你看到它在绕的都算马圈。那另外一个是打滚呢，就是你会看到它的面向再往另外一边回转，这就是马打滚。好，那我们要讲我们的第3类群，就是前移位跟后移位。
那你可以看到很多选手，他有可能做并脚的前移位，或者是开脚的。那开脚的不是因为他打开，所以你要去扣他的分数。开脚的是另外一个动作的系列，叫做托马斯回旋。因为开脚的难度是比较高一点的，所以可能没那么好做，所以大部分的选手会选择做并脚。那最后这个类群就是下法。那下法很明显的就是他最后从器械上到落地，双手打直做结束动作，这就是一个下法的类群。做完这个类群，跟裁判敬礼，表示你的动作已经完成了。那这边也可以看到一个小美感就是下来的时候选手的表情，如果是笑得非常开心，然后还有握拳比的这个手势，代表他做的是非常不错的。那你如果看到很多选手下来，可能 Utah Gabby， 那可能就是表示他前面可能有一点点失误。那这个就是鞍马大致上的4个类群。如果你比较了解这4个类群的话，你会比较看得懂他在做什么动作。OK， 那我这一集大概会先讲2个项目。如果后面你对体操这个项目真的有兴趣的人，那你可以再选择继续看下去，后面还有4个项目的讲解。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我是Eisen，我们下次见，拜拜。